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诡异的案情。2025年9月11日早晨，一个叫崔丽君、江小燕的专业娱乐狗仔博主，突然在自己的微博、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发了一条消息，主要内容是：我收到了消息，青年演员于朦胧在北京坠楼身亡了。于朦胧是中国的一名偶像派男演员，曾经在人气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以及《太子妃升职记》里面扮演配角，并不是一线明星，但因为古装扮相俊美，在一众演员当中很出圈，所以也迅速走红。但让人瞩目的是，于朦胧虽然不是一线明星，却有着一线明星比不了的人气。他的微博有2000多万粉丝，抖音有309万粉丝，这算是在中国娱乐圈极为罕见的现象。而爆料的江小燕也是一个角儿，她以专门跟拍明星的娱乐新闻而出名。她偷拍过的顶流明星2只手都数不过来，比如章子怡和汪峰的离婚案，陈妍希和陈晓的离婚案，都是她第一时间爆出来的，而且几乎桩桩应验。因此有不少追星族都加入了她的粉丝团，嗑着瓜子儿等着江小燕爆料明星的八卦。但这一次江小燕爆料于朦胧坠楼，却遭遇到了大多数追星族的反感，大伙纷纷斥责她为了出名没有下线，乱传小道消息。你传啥不好，干嘛传别人死了呢？因为于朦胧虽然只是个不大不小的星，但是胜在没有传出过任何乱七八糟的绯闻，不酗酒不吸毒，无任何不良嗜好，而且还很平易近人，落人缘很好。而且就在10多天前，于朦胧刚刚精神焕发的直播过，没有任何征兆，怎么突然间就跳楼了呢？这不是胡说八道吗？但很快各种消息接踵而至，证明于朦胧之死并非谣言。有人爆出了于朦胧坠楼的具体地点是北京朝阳区东四环阳光上东小区。因为这个小区有住户早晨6点50分出来遛狗的时候，看到警察已经到了现场，遗体已经被盖了起来。爆料的帖子还说，小区里的很多住户都知道了这一消息。就在有的网友还将信将疑的时候，北京时间9月11号下午6点过，于朦胧的个人工作室发出了正式声明，证实了江小燕的说法。声明的大意是说，于朦胧在2025年9月11日凌晨坠楼身故，警方已经第一时间排除了刑事案的嫌疑。也就是说，37岁的于朦胧是自己跳楼的。网友们这下炸锅了，一个前途大好的年轻演员，怎么就突然跳楼自杀了呢？根据之前江小燕的爆料，于朦胧坠楼的情形大致是这样的：于朦胧9月10号晚上和5、6个好友在一个好朋友家喝酒聚会，11号凌晨2点过，于朦胧回卧室睡觉，并且把门反锁了。屋外的一群人继续聚会，到凌晨6点才散场。到了楼下才发现了于朦胧的尸体，是一个遛狗的邻居大妈先看到了尸体报了警，朋友们这才发现的。而且于朦胧就寝的5楼那间卧室的纱窗也被拉开了，于朦胧的口袋里还有2块劳力士手表，于是警方认定于朦胧是自己拉开纱窗跳下来的。案发当天，警方就排除了刑事可能。事情到这一步，即便是不追星的网友们也开始关注起事态来，因为这桩自杀案来得太蹊跷，疑点重重。我们总结一下，主要疑点有5条。第一，北京警方定调快得让人生疑。江小燕在发出的第一条消息上就说，警方已经排除了刑事案件的可能。难道说北京警察都是福尔摩斯吗？几个小时之内就能断案？尸检程序能走得完吗？还是说这起案子只能这么定性呢？疑点2，爆料人江小燕凭空消失。江小燕发出于朦胧死讯的4个小时之内，她的微博和小红书等社交媒体账号就被封锁了。平台给的理由是江小燕触犯了法律，但具体是哪条法律没有任何解释。疑点3，于朦胧工作室的怪异反应。在于朦胧坠楼后的第5天，于朦胧个人工作室以于朦胧妈妈的口吻在微博上发文，大意是说，爱子于朦胧的确是因为饮酒意外坠楼身亡，希望外界停止猜测。于朦胧是新疆乌鲁木齐人，是靠着妈妈打零工的收入咬牙供她学大提琴和艺术成长起来的。2013年，于朦胧参加了湖南卫视主办的2013快乐男声选秀节目，拿到了第10名的成绩，从而被天娱传媒签约，成为旗下艺人，自此进入娱乐圈。
于妈妈对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儿子，又是寄予了全部希望的儿子，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坠楼身亡。他非但不生疑，反而通过工作室发表声明，一口咬定平时很少喝酒的儿子是因为饮酒过度坠楼而死的。这个听起来怎么都不合乎情理。而且于妈妈本人从来就没有在镜头面前出现过，所以这到底是不是于妈妈的声明也很令人怀疑。疑点4是于朦胧他自杀的理由是什么呢？当于朦胧的死亡刚被证实的时候，网上就流传出了他患有抑郁病的说法，说起因是由于他在2020年因为不愿意接受某位大佬的潜规则而被公司雪藏，影视资源减少没片拍，于是患上了抑郁症，说这是导致他自杀的原因。从现有的消息可以看出，于朦胧在2020年至2023年影视圈内的确是查无此人，但有媒体报道说于朦胧是去了贵州山区支教了3年。不过现在关于于朦胧所有的支教抗片也已经在网上看不到了。另外一些媒体在2021年曾经报道，2021年河南暴雨那回，也就是发生了郑州720水淹隧道惨剧的那一回，于朦胧捐款了50万元。当时于朦胧已经处于无戏可拍的状态，但是他的捐款金额和范冰冰、李冰冰等大牌明星在一个档次。大家听听，又是支教又是捐款，这叫什么？这叫人生意义感。而抑郁症的表现就是丧失意义感，对外界任何事物都提不起兴趣。另外，于朦胧养有2只宠物狗，照顾宠物那叫责任感，这也是抑郁症的反面。事实上，在治疗抑郁症的实践中，还经常建议病人在生活中引入宠物，因为宠物能够帮助病患重建责任感以及情感沟通的能力。于朦胧也没有留下任何遗书，于朦胧生前的朋友、同事也没有任何人作证说于朦胧有过轻生的言行。相反，他有一个编剧朋友叫汪玉岑，还在微博发文回忆自己在患抑郁症想轻生的时候，于朦胧还来开导过他。抑郁症在病理上一般被视为一种慢性精神障碍，一般不会有这个星期抑郁，下个星期就跳楼这种事发生。所以，来自于于朦胧身边所有的信号都显示，他罹患抑郁症的可能性很低。更何况，在他坠楼的第2天，原计划就要在央视上一档直播节目，他为这档节目做了很久的准备，他的粉丝都知，很难让人相信这么一个有着明确工作计划的人会突然间轻生。如果说他是在醉酒后意外坠楼身亡，那就更是笑谈，因为窗框的高度在成年人的胸部以上，不可能发生无意识坠落的情况。根据扬子晚报的报道，晚报的记者赶到坠楼现场的时候，现场已经被打扫干净了。于是记者去了同一栋楼的另外一位业主家，发现要打开玻璃窗外的纱窗并不容易。疑点5，案发现场的诡异。于朦胧坠楼的楼层是5楼，从这个高度掉落到地上会发出很大的声响，难道他的朋友们和小区保安都没有听到？阳光上东小区虽然不是顶级豪宅区，但是也算得上高级小区。小区四周安装了很多监控摄像头，平时也都有保安巡逻。但好巧不巧，就在于朦胧最后的前后一段时间，监控都没有了，保安也没有任何反应，这些迹象都相当诡异。而自从北京警方宣布于朦胧是意外坠楼非他杀之后，相当于就是结案了，一切调查也就此停止。既然从警方拿不到任何信息，网友们就只好自己化身侦探，到处去人肉搜索找证据。很快，一条内幕消息爆了出来，爆料内容是说于朦胧早就被某位男同大佬给看上了，但于朦胧有底线，宁愿被雪藏也不从。于是大佬让狗腿子为自己组局，骗于朦胧入局参加这次酒会。9月21号，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分局发布的警情通报里面指，这条消息是出自于一位叫郑某某的女性，40岁，爆料人在9月下旬已经被抓了。警情通报里把这条爆料放在所谓谣言之首，可见它影响很大。爆料出来以后，网友们随即翻出了疑似狗腿子们的名单。首先曝光出来的名字有程青松、齐光光、高泰宇3个人。这些名字对于不追星的大众来说可能稍显陌生，但是在娱乐圈内他们相当吃得开。程青松是导演，齐光光是作家转型来的编剧，高泰宇是一名男演员。
其中程青松和吉光光几乎是公开的同志关系，程青松也经常在网上肆无忌惮地骚扰年轻男子，而吉光光则是劳力士爱好者，经常发朋友圈秀自己新买的劳力士表。更巧的是，于朦胧坠楼的地方就疑似是编剧吉光光的一处住所，有住户还拍到了警察赶到时，两个疑似是程青松和吉光光的人在现场。北京有一家叫清欢国际娱乐文化传媒的公司，在于朦胧坠楼的第2天就发出公告，说公司不会和程青松、吉光光、高泰宇这3个人合作。于是网友们脑补了当时的场景，大佬坐镇，吉光光、程青松等狗腿们做局，骗于朦胧加入酒局，把于朦胧灌醉以后，大佬就性侵了他，又害怕于朦胧讲出真相，就趁他昏迷的时候把他抛下了楼。等警察来了以后呢，又把程青松、吉光光等3人作为挡箭牌推在了前面。清欢国际娱乐文化传媒发出的声明，变相谴责程青松等3个人，就是为了吸引网友们的火力，只去关注他们仨。而这家清欢娱乐公司本身在2024年成立，和程青松、吉光光、高泰宇3个人本来就没有过任何交集。但显然这一招疑惑之计，网友们没有上当。大家仍在关注侵犯了于朦胧的那位男同大佬到底是谁呢？有网友爆出了一个人的名字，辛奇。可能有朋友会觉得奇怪，辛奇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新奇啊，比较陌生，不像张艺谋、冯小刚这些名字那样如雷贯耳，他怎么就成了娱乐圈的大佬了呢？那是因为发生在辛奇身上的种种事情实在是难以解释。辛奇原名辛小熊，1991年生人，21岁以前的履历无人知晓。他在21岁的时候空降娱乐圈，立刻成为了导演贾樟柯公司的高级合伙人，也成为了制片人。接着他就创办了一家实验筑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虽然公司没有推出过什么知名的影视节目，但是只要公司一开发布会，你就能够看到影视圈的顶级大佬们的身影。从导演张艺谋、田壮壮、李少红、方励，到演员郝蕾、陶虹，再到影视资本圈的大佬王中磊等人，都会到场为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实验筑邦文化公司站台。实验筑邦文化公司还成立了舞蹈团，男团女团都有。刚一成立就被央视的一档叫《星光大道》的栏目确立为长期演出合作伙伴。于朦胧坠楼之后，有爆料说辛奇之所以这么牛，那是由于他是某位正国级领导人的私生子。哪位正国级呢？目标直使习近平最重要的亲信，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当然，关于辛奇身世的种种传闻啊，只是传闻，没有任何确凿的人证和物证，但是猜测背后的逻辑却是合理的，我们后面会谈的。于朦胧坠楼8天后，就在网友们还在不断议论幕后黑手身份的时候，又一条新爆料炸得人头晕眼花，说害死于朦胧的聚会人数不止6人，而是有17人。新爆料说的事情原委大致是这样的：某大佬在于朦胧走红后就瞄上了他，当上了于朦胧粉丝团的主力操盘手，想把于朦胧完全控制在掌心。但于朦胧不甘心，他利用和大佬接触的机会，开始偷偷搜集大佬家族在海外洗钱的证据。于朦胧以为只要拿出铁证就能够摆脱大佬的控制，但他实在是太天真了，他碰触到了整个行业最深的内幕。看到于朦胧既不听话又想反戈一击，大佬也由爱生恨，起了杀心。于是他和手下合谋，把于朦胧骗到了位于北京朝阳区阳光上东小区的一个爪牙的住所。10多个人先是轮番给于朦胧灌酒，然后出手虐待他，但是于朦胧坚决不吐露证据的下落。在这期间有几个人离开，最后剩下的6至7个爪牙就开始对于朦胧下死手。爪牙们先给狗仔队放风，让他们拍于朦胧被性凌辱的画面，想以此来威胁于朦胧交出证据。结果于朦胧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爪牙们一看坏了啊，下手太狠，没救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就把于朦胧抛出了窗外，然后又伪造了跳楼自杀的现场。出事后，大佬的家族开始全面控制舆论，被叫来拍摄的狗仔也被控制，以防施暴的画面流出。而在网络上，确实早就有人陆续放出了一系列短视频，拍摄的人和角度都不同，但拍摄的目标都对准了黑夜里的一户人家。从模糊的镜头里可以看到一个青年男子被人踢来踢去的影像，
也有疑似男子被吊在窗户外的叫声。这些影音资料都指向了北京阳光上东小区的一户人家。在一个视频中，一位据称是住在阳光上东小区的女士通过话外音说，9月10号的晚上，小区里不少住户都听到过一个凄厉的男声在求救。第二天凌晨，女士很愤愤不平地问前来收尸的警察，什么时候才能够惩治元凶啊？警察只是无可奈何地说，这件事儿早就定性了。我说你们几个小时就定性了，我说我们现在都名分了。你可能会说，前面谈到的都是网络爆料，现在 AI 技术这么发达，图像和声音的编造都非常容易，它靠谱吗？首先，关于于朦胧被大佬控制这个说法，仔细一查，确实是有迹可循的。我们前面说过，于朦胧签约的公司叫做天娱传媒，而据查，天娱传媒是中国唯一一家国有艺人经纪公司，隶属于芒果超媒。它的控股股东是湖南广播影视集团，背后的真正老板是湖南省国资局。2017年，当红女星兼资本老板杨幂看中了于朦胧，曾经开出优厚的条件，想让于朦胧转经纪公司，但是天娱传媒就是死不放人，杨幂争不过，只好作罢。但奇怪的是，天娱拼命留住于朦胧，却不给她任何有效的资源，只让她像个提线木偶一样，站在舞台最边缘的角落，慢慢的消耗掉以前的名气。这个表现确实很像是于朦胧得罪了某位实力大佬，大佬故意卡住她的前程，以示报复。从于朦胧去世后，只要是关于于朦胧是被自杀、被性侵的言论冒头疾山，无论是在小红书、抖音、微博这样的社交平台，还是在网站和论坛，全部以统一的标准查删消息。这是全网全平台规模的信息管控，能够留存下来的信息全部都是说于朦胧是酒醉意外坠楼的，或者是说她抑郁轻生的。9月20日凌晨，央广网抖音账号的评论区开放，数以万计的网友蜂拥而入。截至凌晨4点，已经有45000则留言，清一色都是要求对于朦胧坠楼案立案调查的。另外，隶属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的北京文旅微博和抖音账号也一度累积了多达68万条留言。中国法院网的评论区也涌入了23万条留言，都是要求彻查于朦胧死因的。这堪称是中国互联网史上少有的冲塔奇观，民心所向，一目了然，但是这些留言都被清空。能够完成这种全平台全口径的信息管控，有且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指令是来自于舆情管理的最高层，只有它才能够调动公安、广电、工信互联网一切体制资源，全面封杀。这个最高权力机构就是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简称中央网信委。我们通常说的中央网信办，就是这个委员会的办公室，也就是它的常设办事机构。而政治局常委蔡奇所分管的领域，就包括了宣传意识形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他是中央网信委实际负责工作的副组长，组长是习近平。根据美国开放技术基金会2025年3月份的一份报告，自从2014年中央网信办成立以后，中国的网络空间就被纳入了和所有传统媒体一样的管控标准。从2015年至2022年，中国增加了173万名网络审核员，他们不是政府雇员，是平台招聘的。政府把合规的责任压给了平台，平台如果出现了违规信息，就会被房管部门约谈，乃至受到处罚。目前 AI 的过滤仍然过于粗糙，平台还不能够依赖 AI 来过滤全部敏感信息。中国网民已经发展出了发达的暗语文化，使用各种各样的谐音梗，各种阴阳怪气对暗语， AI 仍然无法适应。比如在于朦胧事件中，就有网民直接说红色 USB 或者是随身碟，不做任何解释，也不交代上下文，指的就是于朦胧保存有大佬洗钱证据的 U 盘。所以在这种猫和老鼠的游戏里，平台依然只能依靠人工审核才能够完成信息过滤。有前审核员在海外爆料账号披露，网民的留言仍然需要审核员一条一条的过，碰到流量高峰事件，平台压力就极大，得24小时4班倒，夜里人手不够，就最容易造成积压。因此持续不断的发生，仍然是有可能渗透过信息封堵高墙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山贴封号与冲塔之争背后是真实的较量，是看不见硝烟的真实过招，是全体审核员加班加点，耗费了巨大社会资源的维稳行动。审核员虽然是平台雇的，不用政府花钱，但是引导舆论的网评员则是发动了学生、公务员和监狱犯人，人数难以计量。像于朦胧这种流量爆表事件，那是上百万维稳人员投入的灭火行动，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役。那么投入了这种程度的资源所要掩盖的真相，当然就是高层非常忌惮、非常在意的。所以传闻中说制片人辛奇是蔡奇的私生子，从这个角度推测有一定合理性。因为中共网管部门对于朦胧之死的敏感程度和反应的激烈程度和民意的对抗程度都超过了释永信事件，也超过了爱国影星吴京的被群嘲事件，甚至超过了2022年的铁链女事件，足见这件事情触及到了重要人物的敏感神经。当然推测合理不能保证目标猜对，我们曾经在习近平与8个女人那期节目当中讲过，2000年代初，有一位叫张兰兰的美女空降影视圈，从军队主持人转身就成为了影视界明星，主演了一系列大投资的影视剧。当时普遍猜测她的靠山是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结果大伙儿都猜错了。张兰兰不久之后嫁给了习近平的胞弟习远平，她转向影视圈的时候是习近平的准弟媳，郭伯雄最多只是帮了点忙，成人之美。具体对象虽然猜错了，但是方向是对头的，能够进行这种程度关系运作的，得是来自于中央一级的权力。在于朦胧案上也同理可得，不管导致于朦胧死亡的是辛奇还是谁，但是他们背后那个权力必须来自于相当高层，只有他才能够做这种程度的资源调度，封杀成百上千万人的声音。9月21号，沉默了10天的北京朝阳警方终于在千呼万唤当中发出了一条警情通报，内容大致是于朦胧坠亡事件，经警方调查走访、现场勘查、法医鉴定、调阅录像等等程序，确认他是酒后意外坠楼，排除了刑事案件的可能，而且家属也无异议。通报中，警方还以很长的篇幅说拘留了3位造谣的网民，指控这3位女性编造了一系列流传广泛的谣言，比如小区监控录像遭到人破坏，于朦胧被灌醉后遭到侵害，于朦胧的母亲和妹妹已经被控制等等。通报最后强调，广大网民们要不信谣、不传谣。数百万平台审核员在近10天的时间里删掉了上亿条评论，再加上不计其数的专职或者兼职的网评员，不停地发表有利于政府的评论，引导舆论，最后终于把整体事件定性成为了一起个别网民为蹭流量制造的网络谣言。于是乎，在耗费了巨大资源、无数工时的加班加点之后，以及在网民们不断寻找冷门突破口灌评论，网管部门又围追堵截之后，在经过了这么一系列较量之后，冲塔的洪流终于被权势的大坝暂时挡住了。这则迟来的通报让所有想了解真相的中国网友彻底心凉了，因为大家知道，只要这个权力还在，无论真相是什么，大家都不会知道了。于朦胧就这么走了，哪怕他是一个名人，在全网有2000多万粉丝，有这么多人为他鸣冤也不例外，在权力的碾压下仍然是显得如此渺小。于朦胧既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但是这股洪流却遭遇到了强大势力的低坠，通塔和掩盖之间的较量可谓惊心动魄。光女神助力团为其投票，每位大众评审代表1分，每位追光助力女神代表10分。接下来要登台的是高光冲刺区的第5位哥哥，掌声有请。好了。哦，于朦胧长得很精致的。我选了。这衣服很帅嘛。这次选择的个人秀的歌曲是节奏感比较强的歌，希望大家在看的时候能感受到快乐吧。
人他还没有来到，这只爱情鸟已经飞走了。我的爱情鸟它还没来到，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这只爱情鸟已经飞走了，我的爱情鸟它还没来到。听着一只什么鸟，呼呼呼，让我心在跳。你太可爱了！辛苦了，辛苦了，今天。太乖了，朦胧太可爱了，他俩张一怀都乖。Hello， 大家好，我是于朦胧的助理女神孙怡。Hello， 其实我跟朦胧是在拍《量身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的时候认识的。是的。他平时真的就是那种翩翩公子、白马王子的形象，对吧？对，然后他今天，我觉得他来参加这个节目真的是对他非常大的突破，他已经非常努力了。虽然刚刚那几个动作有那么一丁点生硬，但是我觉得你的努力还是值得称赞的，你超级棒。然后我今天准备了一点点小小的心思给你拉票，真的好吗？好，来，我们女神有什么想法哦？夜宵，因为我觉得现在已经很晚了嘛，现在已经特别晚了，然后大家也都在下面喊了很久了，很辛苦了，然后送给大家一点小零食、小水果，好吗？谢谢，真贴心啊！谢谢。这家也太好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谁摁了灯？小丁泽仁。我来到节目第一眼看到朦胧哥，就觉得朦胧哥是一个特别温柔的人。之前想着有机会能和哥一起合作一次，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我接受弟弟的挑战，弟弟是特别努力、特别上进，而且实力非常强的一个弟弟。接下来有请丁泽仁挑战于朦胧。7点完事儿，行，我再等会儿吧。于朦胧对战丁泽仁。辛苦了。你别说，小弟还蛮有腔调的哦。之前大家没有看过我唱歌，我也想去证明自己。我想把留在追光舞台上的每一次机会，每一个舞台都做好。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我走进撒哈拉沙漠，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摄氏66.6度，快要风化我的眼珠。忽然一场大雨降下来，汗水被那雨水冲走，结束40天的周末。荒漠一转变成了绿洲屋，彩虹下有一棵大树，大树上有一颗苹果，咬下一口我就全明白。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找自己，哗啦啦啦啦，天在下雨，哗啦啦啦啦，云在哭泣，哗啦啦啦啦，滴入我的心。不用说，我只会胡思乱想；不用跟我说，我只会妄想。哗啦啦啦啦，让我去淋雨。我只希望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找自己。
跳舞跳了这段很加分哎，感觉你俩是一个组合啊。Hello， 大家好，我是丁泽仁的助力妹妹陈欣薇。可能在这个节目你是年纪最小的，但是我也看到就是你在哥哥们身上学习到的经验，然后也成长了很多。对，所以丁泽仁，你给我冲啊！哇！谢谢。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我们的于朦胧跟丁泽仁站到同一个舞台上，接受大家的选择，有请。哇，你好像哥。接下来我们要请现场的300位大众评审，首先做出你们的决定。1号于朦胧，2号丁泽仁。投票倒计时开始，10。紧张吗？9，有一点，8，7，6。我觉得一半一半了。4，3，2，1。投票通道关闭。接下来要投票的是我们在第2现场的14位助力女神团。我们把现场交给修饰的主持人汪聪。我首先代表邢飞来亮一下她的选择。邢飞的这一票投给的是于朦胧。谢谢小新。谢谢。丁泽仁。好。谢谢。谢谢。于朦胧。谢谢月月，谢谢。于朦胧。谢谢张宁。于朦胧。谢谢甜甜。丁泽仁。谢谢姐。好。小丁。丁泽仁。谢谢姐。特别棒，小丁丁。谢谢姐。朦胧。谢谢梦姐，谢谢。我还是想把这一票投给小丁。谢谢姐，谢谢。青子。不好意思，小丁，最后我还是给了于朦胧。谢谢姐，谢谢。朦胧。谢谢小姐。谢谢。谢谢娟怡。谢谢姐。加油！现在是70对60，来，嘉玲姐。责任。谢谢嘉玲姐。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现场的300位观众的投票分数，总和之后会不会改变这个平局的局面？请揭晓。一直是平，双方都在上升。164依然是没有变化。对，继续平局。好，恭喜于朦胧。节目录制以来收获了友谊，还有就是挑战了自己，去唱跳。谢谢老师们和节目组给我这个机会，打开了自己。我其实才刚出道没多久，是很新的一个新人，然后能在我的21岁短短出道3年的这个时间里遇到20位这么优秀的哥哥，我的所有哥哥们，这只是我们的开始，好不好？我们未来道路都一直走下去，对不对？对。再次掌声送给丁泽仁，继续加油，继续追光，丁泽仁。恭喜于朦胧获得第6个追光之星席位。有请最后一位哥哥付辛博。我得到最后一场，曾经那个追梦少年又回来了，一腔热血又往直前。哇哦，范儿太正了。
从此变成一个人。有好多事我还需要完成，现在我终于跟着直觉走，有过了爱就不怕冷，也忘了离家第几个黄昏。小说般的镜头像千滚，我往回看来是路远得很，我用我自己的脚向前走，我要的自由在哪里？我知道什么地方有个门，一眨眼也很陌生，向前走吧，别怕一个人，风太狠，人像风筝，需要蓝天，还有命运之神。不忍心告别的人，能找到新的完整，谢谢你光临我的梦。当我的心狂奔，张开眼，天地很宽，似乎我们都是一个人。对不起，梦很小声，听仔细了，未来没有分身。不回你名字的人，有几个世界在等，就算剩下了我一个，我也快乐地问。明天好吗？就这样吧，我一个人往前走。一个人。哥哥，你今天真的是帅翻我了！不好意思，我作为一个迷妹，跟你们一样，我也是看着哥哥从东方卫视的舞台上走出来，然后我真的那天晚上，我跟我爸在电视机面前出来了。对，你看你下面粉丝的尖叫声那么大，让他们听到。那接下来我们知道挑战付辛博的只有最后一位了，对吗？肖顺尧，来有请肖顺尧。付辛博对战肖顺尧。帅了，这样帅。我什么都不说，我当作没看见，我就什么都不做。我有一点像被咖啡，没有被水，我的代替，你的秒怎么追？其实我没有这个预备，我即将的同伴，这一场的考试，你会让我痛看天在地面，也没有改变，我也不会改变，没有需要改变，别担心。明天的早上，别开梦，你们的孤单，别走神，一生困难，你不用负担，我帮你买单。爱情也这么一点，不知道你看对眼有什么？
Broke up 2 days ago. Life like a young buck, turning pro. She told me be strong, I know, life goes on. Let the rain wash the pain, all the pain of yesterday. Be careful, just put it away. Cause nobody loses control. She. 别担心，明天的早餐。 什么？你不用负担，你只要一哭，我就帮你买单。谢谢你们。我觉得这也是故意安排的，也有可能是肖顺尧自己故意安排的。他把我们整季《追光吧哥哥》最性感的表演留到了最后，是吧？没有，是这样。我在这个舞台上，其实，哎呀，我太幸运了。我唱过 rap， 我也唱了摇滚。 我也跳了现代舞，我还参加了那么多团秀。我觉得在最后一个舞台，我希望做一些我可能以后不会涉及的。我想问你们有被瑶瑶给撩到吗？我想替瑶瑶说2句啊，因为她其实，在舞台上的时候看着有一些。